壁邻居全家遇害后，我和我妈与凶手同时进了电梯，我们成了唯一接触过真凶的人。后来凶手假扮成警察敲响我家房门。小姑娘，你有没有看到凶手的脸？我正想说什么，眼前突然飘过几行弹幕：不要相信他是凶手假装的。好可怜，这小女孩是盲女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可深夜屠夫还是不肯放过她。我全身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。失明2年，我明明什么都看不见，可现在这些弹幕就这样水灵灵地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握着门把手的手心已经沁出了汗，那人就站在门外，似乎用手按着门。他离我很近，似有若无的血腥气混合着淡淡的消毒水味，似乎都在向我证实那几行弹幕的可信度。我结结巴巴地说：我什么都看不见，我真的什么都看不见。面前空气似乎在来回流动。我的天，他在试探小女孩是不是真的看不见。吓死我了，刚才他手心里的刀尖就差点扎进女孩的眼睛里了。空气不再流动，那人停止了试探。我刚才心脏都快骤停了，快关门啊，急死我了，他进屋就完蛋了。我勉强扯出笑容：叔叔，你问问别人吧，我只是个盲女，帮不上忙的。我感觉到门的阻力明显变小，赶紧用力去拉。突然厨房方向传来我妈的脚步声，门砰的一声再次被按住。是谁啊？哎呀，小将，妈妈不是和你说过，你看不见，不要随便开门吗？我不管不顾继续关门，却感觉到一股阻力，怎么也关不上。您好，我是警察。我听到我妈快速迎来的脚步声，她的声音饱含歉意：是警察同志，快请进。我瞬间毛骨悚然的差点叫出来，然后绝望的听到一声熟悉的声音，咔嚓，门关了。我妈强行把我带回卧室，我紧握着我妈的手，心里发慌。妈，别去，有字，我看到好多字在眼前飘，字上说这个警察是杀人犯假扮的。我说完那些话，浑身一僵，因为我听到了哔哔的静音声。我不死心的不断重复告诉我妈刚才的话，可是我的嘴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居然都没有声音。我妈果然听不到我的话，只是不明所以的问我怎么老是张着嘴巴哭。小将，你是不是吓坏了？楼上你陈阿姨一家被坏人杀了，妈妈得把知道的都和警察说，让警察抓坏人。那恶魔戴着口罩和帽子，虽然妈妈没看清那人的脸，但我记得他后颈处有一块特别的刀疤。乖乖在床上躺着，妈妈一会就来陪你。下一秒，我听到咔嚓一声，好像是卧室门被反锁的声音。我摸索着找到门把手，使劲扭动，可门却纹丝不动。天哪，他妈妈难道不知道警察不会一个人出警吗？真的被他蠢哭。小区发生命案，被调查很正常，正常人谁会去怀疑人民警察？好可怜啊，他妈妈马上就要被杀了。我猛地跳起身，对着虚空中不断拍打，想驱赶掉那些不断弹出的弹幕。我妈妈不会死。他在说什么啊？怎么这段听不到声音？坏了，他妈妈发现假警察脖梗的刀疤了，深夜屠夫要动手了。怎么办？我突然想起，自从我车祸失明之后，家里每一处都是有监控的。我记得我妈说过，我屋里监控藏在顶灯里，我只能仰着头对着天花板开始喊：爸爸，你能听见吗？爸爸。他不知道他爸爸这个时候正在实验室，没看到，他得多无助啊。等等，他妈妈这边为什么一直没有声音啊？我的天，我哭死！他妈妈，我瞬间崩溃了。我妈妈怎么了？你们快说啊！他妈妈说，他女儿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要深夜屠夫肯放过他女儿，他被杀的时候就不发出任何呼救声音。他妈妈被虐杀了10几刀，真的一声没吭。弹幕一下陷入集体的沉默。这时我听到脚步声，咔嚓，卧室门开了，一瞬间浓烈的血腥味冲进我的鼻腔。我知道假警察就在门边，可我顾不上那么多，我边往外爬边到处摸。妈，你在哪？那些弹幕都在撒谎。那个脚步声却跟着我一路走，终于我的手碰到了一片粘稠的湿润，我这才意识到那些弹幕说的竟是真的。身后的脚步声这时也戛然而止，然后他调转了方向往大门方向走去。这时头顶处突然响起一声肝胆剧烈的惨叫，收响，是我爸的声音。这时脚步声再次向我靠近，我仰着头哭着喊：爸，救我！下一秒，我的脖梗一凉，我栽倒在我妈还有余温的怀里，伴随着一道白光，耳边再次传来那个恶魔的声音：小姑娘，你们楼上的邻居昨天夜里被人杀害了，你有看到凶手的脸吗？我竟然重生了，这一次不能让他进门，我必须在我妈发出声响之前让假警察离开。叔叔，我是盲人，整个小区都知道我已经失明2年了，昨天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您去问问别人吧。按着门的手明显松了，我赶紧去关门，防盗门发出特有的吱呀声，这是一个东西哐当卡在门缝，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停滞。假警察低低地笑了一声：小姑娘，你很着急吗？我浑身僵硬，不着急。可谁知下一秒，他突然大声喊道：屋里有大人吗？我是警察，来调查楼上案情的，请配合我的工作。然后我绝望地听到了我妈的脚步声：哎呀，是警察同志，快请进。这一切的走向还是和前世一模一样。然后我妈再次把我强行锁进了卧室里。天哪，为什么我感觉小姑娘好像知道警察是深夜屠夫假扮的？她真的看不见吗？我很快让自己冷静下来，
开始在纸张上摸索着写字，然后朝着虚空里一张张向四面八方的弹幕展开。帮我，报警，救我妈妈！他在干什么？怎么拿着白纸满屋子跑？白纸上什么都没有啊，好可怜啊！看到这我彻底绝望了。这时咔的一声，卧室的门把手被轻轻拧动，我知道门即将被打开。我闷吼一声，在门推开的瞬间，猛地往门的方向撞去。我去，他居然想反杀！深夜屠夫的大腿受伤了。我趴在地上，胸口疼得几乎裂开。弹幕说他摔伤了腿，我咬着牙赶紧往屋外爬，已经来不及思考。我依靠着本能往大门的方向边爬边走。没用的，大门被深夜屠夫反锁了，他看不见，出不去的。救命，快跑啊！深夜屠夫站起来了。怎么办？我脑海中突然蹦出前几天过生日的场景。那天我还没吹蜡烛，一阵风蜡烛就灭了，我却从容地直接去了厨房，拿来了打火机。这个家我太熟悉了，有没有灯对我没有区别。我立刻摸索着往厨房快速冲去，切断了电闸，屋里陷入一片漆黑。深夜屠夫一瘸一拐的脚步声停了下来。小兔崽子，我还真是小瞧了你，早知道你比你妈还费劲，我进门就该直接嘎了你。我竖着耳朵捕捉着假警察发出的声音，他在客厅沙发的位置，我要藏起来等待救援。这时我听到天花板的声音再度响起：舒淇啊，小将，你们在吗？是我爸，他终于看监控了。假警察那边的声音跟着停顿下来。太黑了，他爸爸什么也看不到。监控可以回放的，他一会反应过来肯定会去看。居然有监控，老子就是死也要拉你做垫背。完了，深夜屠夫被激怒了。我屏住呼吸，细细挪动，不肯放过一丝一毫的声音。他拖着腿往卧室走了，我蹑手蹑脚地开始往沙发处爬，然后躲到了客厅沙发的下面。黑暗中，他的脚步声通过地板放大，一声声扣响着我的耳膜。我循着声音判断，那是客厅的大门方向。他放弃了，准备离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手机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，是我妈口袋里的手机，离我是如此之近。脚步声再次响起，越来越近。我听到衣服窸窸窣窣折叠的声音，突然一个毛骨悚然的笑声在我耳边响起。西西，发现你了！我瞬间慌了，那人不断发疯地刺向沙发，刀子划拉过沙发底的木板，刺穿我的背部。这时一声高亢的警鸣炸雷般在窗外炸起，穿刺声终于停了下来。再次苏醒，我听到了我爸颤抖的声音：别怕，小将，爸爸在，一切都会好的。这一次我活了下来，代价是头部以下的终身瘫痪，我看不见，身体无法动弹。我爸每天除了照顾我，就是一头扎进他的实验室。我的求生欲越来越低，我拒绝了眼角膜移植手术。爸，我想妈妈。我爸泪流满面。小将，你想让爸爸亲手送你走，这是想要爸爸的命啊！那天晚上，我在我爸怀里睡得很沉，梦里我再次见到了我妈，然后我的眼前一道亮光闪过，耳边再次响起恶魔的声音：小姑娘，你们楼上的邻居昨天夜里被人杀害了，你有看到凶手的脸吗？我知道我再次重生了。不要相信他，他是凶手假装的。我竟然再次重生了，这一场景已经发生了2次。我极力压制声音里的颤抖，让自己的语气自然。没有，我是盲人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叔叔，你还是问问别人吧。面前的空气出现明显的流动感，他又在试探我是不是真的看不见。挡门的手明显变得松动，这一次我没有着急，我强行控制住自己关门的冲动，等待他完全松开手，然后开始关门。咔嗒，门关上了。这时我听到了我妈的脚步声，刚要开口，谁知下一秒竟听到我妈充满惊讶的声音：警察同志，您找谁？我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小女孩还不知道，刚刚她关门之前，深夜屠夫已经悄悄溜进了她的家中。是呀，动静太小了，小女孩又看不见。事实证明，我根本不可能阻拦她进入我家。身后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：你好，我是警察，来调查楼上案情的，请配合我的工作。我妈的声音迟疑的3秒：哎呀，原来调查案情的，你先坐，我家孩子看不见，我先抱他进屋。接着我再次被我妈强制带到了卧室。我知道依我的能力根本无法与深夜屠夫抗衡，更何况我还是个盲人。这次说什么我都要让我妈帮我。等等，他的妈妈好像在用手机看监控，他好像发现假警察脖颈上的伤疤了。估计是刚才假警察肆意进入家门，引起了他妈妈的警觉。随后我听到我妈拨号的声音：是110吗？这里是幸福小区3栋1102，有坏人假扮成警察，快来救我们！这时客厅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随即伴随着假警察的催促：好了没有？请尽快配合我的工作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我妈放下手中的电话，赶紧附和道：来了来了。接着我妈一把将我搂进怀里：小将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，你记住，一定不要出去。我望着我妈离去的背影，使劲喊道：妈，今天是我生日，不要忘记点蜡烛。我妈似乎领悟到了什么：好。什么意思啊？小女孩的生日不是后天吗？她为什么要说是今天？就在这时，屋里一下子变黑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什么也看不见了？
准确的说是我妈拉断了电闸。我妈听懂了我给她的暗示，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屋外不断传来走动的脚步声，我害怕的躲在靠窗的位置，心中满是对我妈的担忧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手机铃声，我心中暗自不妙，猜测我妈的位置肯定是暴露了。接着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然后是一阵混乱的打斗声，以及男人的辱骂：“死婆娘，你这个该死的！”随后是一阵阵急促的踹门声。什么情况？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不是他妈妈又要被杀了？看到这，我再次忍不住流下了眼泪，心中不断祈祷着我妈妈能平安无事。此时窗外响起了警笛声，警察终于来了。伴随着一阵刺耳的破门声，客厅里传来许多人走动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房门被打开了。小将，没事了。是我妈，我赶紧和她拥抱在一起。妈妈，吓死了，我还以为你……傻孩子，你难道忘了我和你一样熟悉这个家？是呀，在我失明的这2年里，我妈为了能让我的心里得到安慰，经常会遮住自己的眼睛，陪我玩一些躲猫猫的游戏，希望以此可以更好的鼓励我。所以即便是在黑暗的环境中，我妈也可以轻松适应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妈偷偷在主卧里倒满了食用油，然后将提前设好闹钟的手机放在了主卧的床上，而听到声音的深夜屠夫一进入主卧就滑倒了。我妈则趁机将房门关上并上锁。自知中计的深夜屠夫即便心中满是怒气，可他也只能无奈地在房屋中不停地打滑摔倒。就这样，我妈成功牵制住深夜屠夫，直到警察的到来。自从这件事情之后，我爸辞去了手中的科研工作，选择永远守护在我和妈妈身旁。我问我爸：“爸爸，你之前研究的到底是什么呀？为什么现在突然放弃了？”我爸摸摸我的头，温柔地说：“爸爸研究的是时光机，一个可以让时光倒流的机器，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了。”挤进晚8的地铁，一阵警报声突然响起。地铁规则：禁止出现噪音。警报响起后，地铁里陷入一片死寂，只剩几个刷视频的人仍然沉浸在最大音量的外放里，边看边笑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车厢内突然闪烁起刺眼的红光，车门轰然打开，那几个笑呵呵的乘客变得双目无神，整齐地放下手机，排队跳下了车。车门在关上时，玻璃上已经染满了血色。面对这骇人的场面，我狠狠拍了拍脸，发现并不是梦。环视四周，满是和我一样慌张的乘客。这时警告声再度响起，检测到环境无噪音，规则正式启动。地铁行驶中，每10分钟抵达一个站点，请乘客们留意车间广播。每抵达一个站点，地铁开门，请勿在车厢内持续逗留。本路线除起点和终点外，共有6个站点，每个站点都有各自的规则，请务必遵守。完成站点规则后，乘客方可安全回归车厢，前往下一站。严禁提前回归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无驶过6站之后，地铁抵达终点，唯有终点代表安全生还。注意，前方到站恶鬼桥。广播结束后，地铁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一束泛绿的幽光照进车厢。虽然仍处在蒙圈的状态，但我还是赶紧跟着人群冲下了车。下车之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朴的石板桥，桥下有一潭死水，无数煞白的手臂漂浮在水面，密密麻麻，不停挣扎。桥上则端坐着一位身着黑色旗袍的女荷官，她的嘴角挤出一丝微笑，指了指桌案，那里有一颗红枣模样的骰子。欢迎大家来到恶鬼桥，骰子有大小，猜中者生，猜错者或是不想猜的人，就请留在这里陪着我了。她的语气相当温柔，却让人无比窒息。只见她手指一勾，点中了一个人群前列的衬衫男，随后将骰子轻轻一盖，简单的摇晃了几下。她眼神死死盯着衬衫男的脸。你选大还是选小？衬衫男顿时屏住了呼吸，犹豫再三，才支支吾吾说出答案：小。盖子揭开，骰子上的点数是5。恭喜你，留下来陪我吧。衬衫男的双眼顿时失去了神采，和之前跳下地铁的乘客如出一辙，仿佛提线木偶一样向池边走去，皮肉瞬间被腐蚀得干干净净。一阵惨叫声扎进众人的耳朵，眨眼的功夫，水面上又多了条漂浮的手臂。荷官却如同没看到这惨烈的一幕，反而笑得更加开心。下一位，骰子摇晃，是大还是小？大吧。答案揭晓，骰子正上方的点数是3，池水上方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哀嚎。光是皮肉腐蚀的画面，就看得我心惊肉跳，不敢直视。而桥上的荷官仍在不停点人，摇晃着骰子，宣判着众人的生死。因为下车时跑得比较慢，所以我处在人群偏后方的位置。前面一共有32人参与，仅有11人猜中了大小。当然凡事总有例外，一位大妈不顾规则的要求，选择死活不开口。结果1分钟后，大妈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一口一口地慢慢咬死了自己。随着荷官缓缓一指，排在我前面一位的校服少女颤颤巍巍走上了桥。你选大还是选小？少女额间全是冷汗，咬紧牙关说出了自己想了很久的答案：小。开盖之后，
他看到了点数6，他绝望地向我伸手求救，却又自顾自地一头扎进了水里，惨叫声穿过我的耳膜，因为下一个就轮到我了。头子轻轻摇晃，荷官微微一笑，是大还是小？我看着他瘆人的眼神，从小抽卡就没出过好东西的我，实在不敢把生命寄托到运气上。荷官见我愣神，又开口问了我一次，是大还是小？从他温柔的眼神里，我猛然读出了一条最重要的信息。那一瞬间，每个人猜大小的场面都从我的脑海中掠过。原来规则就藏在他的话语之中，因为荷官会根据摇出的结果问出不同的问题。如果结果为大，他的问题是你选大还是选小；如果结果为小，他则会换一个问法，是大还是小。所有人都处于惊惧之中，竟没发现他这2套不停切换的固定话术。想清一切关节之后，我坚定地开口小。结果停留在2，我长舒一口气，从死亡的气息里走了出来。我刚想转头把判断方法告诉剩下的乘客，却瞥见荷官对我微妙一笑，他伸出食指停在嘴唇上方，比出了晋升的手势。第一站结束，只有不到20人活着回到了车厢里。地铁重新启动，听着车轮不断摩擦铁轨的声音，我不禁想，第一站就死了这么多人，后面的5站该怎么过？正当我心绪不宁的时候，旁边的女生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你好，我叫青青。你好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接下来的站点，我想找你合作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在恶鬼桥，你其实已经看穿了真正的玩法，对吧？我不禁皱紧眉头。你怎么知道？青青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学着荷官的样子，把食指放到嘴唇上。因为我看见他也对你比了这个手势。我深吸一口气。没错，我发现了规律，那就是在大小不同时，他各有一套询问的话术。居然和我的解法并不一致。我找到的规律是它的摇动，如果顺时针则为大，逆时针就是小。听了他的话，我不禁陷入沉思，原来生路不止一条。随后我看了看青青闪烁的眼眸，忍不住继续问，你还有别的发现吗？他沉吟片刻说，有，但你可能接受不了。什么？其实我们可能早就死了。青青的话让我陷入震惊之中，直到他引导我目光移向座位的下方，这才发现车厢的内壁上竟藏着密密麻麻的划痕和烧痕。看到了吗？这辆地铁表面上光鲜亮丽，其实早已经千疮百孔了。我怀疑我们乘坐了同一辆出事的地铁。与此同时，广播声突然响起，注意前方到站地狱山。车门打开，一股炽热的暖流立马涌进车厢。下车之后，对面是一座极高的火山，岩浆喷发，不断往山下流淌，在山脚下聚成滚烫的一滩，只是靠近就感觉快要被蒸发融化。而岩浆的边上站着一个身着判官服饰的男人，他拿着一个个黑色的石碑，诉说着地狱山的规则。欢迎来到地狱山，请各位直面恐惧。这里的规则很简单，只需要喝一杯来自山顶的岩浆，就可以回归车厢。如果不喝的话，就留下骨灰，给地狱山当燃料吧。经历了第一站之后，每个人都尽量往后缩，生怕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判官有些不满，他故意点出了躲在人群最后面的少年。少年无奈地走到了前方，他端着直冒白烟的岩浆，双手瑟瑟发抖。我站在远处，忍不住嘀咕：这玩意儿怎么下得去嘴？不过少年的勇气还是超乎我的想象，没犹豫多久，他就一口闷了下去。判官满意的鼓了鼓掌，本以为这便算安全通关，然而少年的身体却突然僵在了原地。只见他腹间闪起猛烈的红光，整个人瞬间燃烧起来。我和青青面面相觑，判官的嘴角微微勾起，平静的语气下却隐藏着索命的凶狠。下一位。看着判官来回巡视的眼睛，乘客们大多陷入了惊慌，往前站也不是，往后躲也不是。判官饶有兴致地挪动手指，最终指到了一个少女身上。他递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岩浆，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少女没有理会他地上的石碑，反而从他另一只手里夺过了空杯子，亲自走到沸腾的潭水边，盛了满满一杯，在众人惊诧的目光里一饮而尽。看着浑身冒烟的他，我皱紧了眉头。这是什么狠人？本以为不出3秒时间，他就会和那位短发少年一样爆体而亡，可足足过了很久，待到白烟消散，他都没有发生任何异响，反倒是一直表情玩味的判官陷入了一霎的错愕，最终无奈地鼓起了掌。精彩，精彩！直到这时，众人才终于反应过来，少女过关了。原来这就是地狱山的奥秘，既不能不喝岩浆，也不能喝判官递过来的，而是要自己亲手去盛上一杯。我看向旁边的青青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？青青显然也在思考其中关节。你还记得地狱山规则的第一句话吗？我回忆了一下判官的说辞，只需要喝一杯来自山顶的岩浆，就可以回归车厢。不，前面那句，请各位直面恐惧。直面恐惧？没错，炽热的岩浆就是我们恐惧的来源，只有主动去喝下它，才算是直面恐惧。而从判官手里接过来的，
只能算被动的妥协。我终于恍然大悟，有了少女的示范，后面的人通关就容易了许多。除了一个人因为只装了半杯，被判官推进了岩浆里，其他人全都顺利生还。这次我特意数了数，地铁内还剩下16人，经历了2站的惊心动魄，不少人都身心俱疲，一回来就靠着玻璃缓解压力。只有青青依然活跃，她找到了刚刚那个通关的女孩，3下5除2，顺利将她拉入了我们的团队。这时我也终于知道了少女的名字，小美。注意前方到站蛟龙台。车门打开，一股刺鼻的腥味扑面而来，一条巨蟒般的庞然大物，头顶长着修长的鹿角，身躯足有40-50米长，紧闭双眼蜿蜒在地，既像蛇又像是神话传说中的龙，而她的身旁站着一个绿裙的女人。欢迎来到第3站蛟龙台。如你们所见，我养了一条蛟龙，它平日里最喜欢的零嘴就是活人。你们需要在蛟龙台带上一炷香的功夫，此间它会在这里自由活动，以你们为目标。一炷香之后，没有被它吃下肚子的幸存者就可以离开此站。说罢，女人拿出一尊金色香炉，流出淡淡白烟。蛟龙双目一睁，露出2只火热的瞳子。还没等我们仔细琢磨女人讲述的规则，蛟龙便已经开始了行动。它虽身长40-50米，看起来相当笨重，却有着快如闪电的速度，吓得所有人都抱头逃窜。一位腿脚不利索的大叔，因为跑得太慢，第一个被蛟龙衔进了嘴里。看着这个场景，所有人跑得更加卖力。可蛟龙台的面积并不算大，而且没有任何遮掩身形的物体，空空旷旷，压根没给多少逃跑的余地。蛟龙的身影四处腾挪，每每只需要一口就能吃下一整个人。该怎么办？破解方法是什么？我一边拼死逃命，一边在心里不断回顾女人的话，但不停的跑动让我有些大脑缺氧，完全没法静下心来思考。而场上蛟龙的移动却是极快，转眼间又将一人吞进腹中，3两下消化个完完全全，打了个兴奋的饱嗝。一炷香才燃了1/3，16个乘客已经只剩下8个，一直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眼看抠破脑袋，我忍不住瞥了瞥同样亡命奔跑的2位同伴青青和小美，可仔细看去才发现，蛟龙最新瞄准的目标就是青青。眼看蛟龙的位置越来越近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青青却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站在原地不跑了。不仅不跑了，连任何动作都不再有，如同一根木头，看得我一脸疑惑。可接下来的景象让全场人都呆住了。青青一动不动之后，蛟龙也随之停下了移动，好像丢失了目标一样，左顾右盼，重新寻找起了目标。青青活下来了，原来如此。这一战的谜底竟然如此简单，只需要当做木头人的游戏就能安然通过。有了青青的例子，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，立马有样学样，停下了所有动作。本来残暴无比的蛟龙瞬间失去了所有目标，左右四顾，脑袋上仿佛挂上了一个问号。剩下的时间里，他只能一直在蛟龙台的边缘打转，待到一炷香彻底烧完，他的眼睛也准时的闭上。所有人都长舒一口气，坐回地铁座椅上，我忍不住看向青青：“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”这一战实在是太险了。其实破解之法不在绿裙女人讲述的规则里，而是在蛟龙身上。在传说里，蛟龙乃蛇所化，而蛇类动物都有一种特性，那就是极强的动态捕捉能力和极弱的静态实力。越是移动迅速的猎物，它越是能敏锐地感知，反而保持不动的东西，在它眼里和死物没什么区别。听完他的分析，我忍不住啧啧称叹。话音刚落，地铁的广播再度响起：“注意前方到站人间巷。”第4站来了。